Hello，大家好啊！今天3月10日了啊，这个现在呢，油价还在继续回落啊，已经掉到了87块左右。昨天夜盘的时候呢，是已经掉到了84、85以下了啊，现在呢是又回涨了一些，又涨到了87。反正油价呢继续回落，但是这个回落我估计只是暂时性的啊。如果美国没有释放原油储备或者逾期达不成协议呢，估计还要反涨了。反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油价在120块钱这里是个线啊，如果这条线碰到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回，因为120块钱这个油价基本上是属于很多国家通胀的一个生命线所以这个昨天为什么在这个星期一昨天的时候为什么在油价到119、118的时候我才选择了做空而没有再提前去做就是因为已经基本上快触到120块这个线了，好吧？这是油价，然后数字货币呢，反正继续上涨啊。这个 BTC 呢，昨天晚上呢是有突破7万1啊，最高去到了71200。现在呢，反正又在70600左右啊，又跌回7万1以下。反正往回了回也正常日内的波动啊，看今天整个盘面怎么走。现在呢，股指期货呢，反正是一个趋平的一种状态啊，除了罗素跌的有点狠啊，跌了0.3其他都是一个趋平的一种状态说一说今天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啊。首先呢，先说这个 Anthropic 呢，这个反正现在是在起诉美国国防部因为之前大家也知道，他拒绝为军方提供这个大规模的国内监视和全自动化致命武器系统公司认为呢，其这个国防部或者说搅屎棍呢，就把它列为这个供应链风险这种标签呢，经常只是针对华为或者卡巴斯基这些外国实体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顶尖的技术公司给了这个名头这个呢反正诉讼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政府将其列入黑名单是非法报复就是违反第一修正案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公司有权利或者有这个自己的行为认可不去做很多事情但是政府非要逼迫然后呢认为行政行为越权起诉呢这个诉状指出国防部使用的供应链风险工具被滥用旨在惩罚不听从政府意愿的公司。第三呢，就是正当程序违宪Anthropic 认为政府在发布禁令前未提供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给公司辩护的机会，直接切断了其价值数亿美元的潜在的这个政府合同这个是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好吧反正现在呢，这个 OpenAI 和 Google DeepMind 在内的30多名这个友商的员工呢，已经提交了简报支持 Anthropic， 认为政府此举会削弱美国 AI 产业的竞争力和安全性。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反正这个 OpenAI 和 XAI 呢是光速入局反正现在 Anthropic 是有点艰难。但是呢，这个大多数个人订阅者呢都是抛弃了 OpenAI 而转向了 Anthropic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在被爆出来的第二天 ，Anthropic 就开出了这个一键机复制的这个迁移的这个模式就是从 OpenAI 抢客户好吧，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虽然昨天这个搅屎棍又跑出来发癫有说战争要结束，但是现在呢，整体的市场上的分析师呢大家都认为这个你自己发癫，自己在那自嗨，人家伊朗没同意停火，对吧？伊朗也没有同意战争停止自己在那自嗨昨天最后这一波上涨，40分钟一波上涨我估计连1日游都游不了可能就是40分钟游。今天估计盘面还是一个比较冷清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还是觉得风险会很大但是呢，情绪上面来说，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继续拼命的往多头走就是毕竟大多数人是靠这个股价的上涨赚钱靠做空赚钱的毕竟是少数。好吧，这个是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说一说盘面上呢，还有就是 HIMS 与诺和诺德呢达成了和解然后股价飙涨了40%。
想说的呢是大家注意一下，今天这个 Oracle 在盘后会发财报啊。这个上周五刚刚出了 Oracle 和这个OpenAI 分手的这个消息啊，就 Stargate 星际之门这个项目有所放缓啊。然后 Meta 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入不入局。那么今天下午的这份报告有可能会引发 AI 叙事的一个崩塌啊。我不是说 AI 泡沫炸啊，但是肯定会引发短期一个 AI 叙事的一个崩塌。那么大家注意今天下午这个几个，如果电话会议你去听的话呢，你注意几个点啊。第一呢是资本开支失控啊，现在市场担心的是Oracle 的资本开支进一步上调，之前2026财年的资本开支从350亿上调到了500亿啊，但是现在和 OpenAI 这个分手之后，这个500亿到底还投不投，会不会缩减啊？如果说继续再拉涨的话，继续在这个上调资本开支的话，那你的客户在哪里，对吧？你和 OpenAI 已经点了，那其他的往上补的这些客户在哪里啊？这是其一。其二啊，云基础设施的增长放缓啊，营收这个 OCI 的营收增长率是核心指标，市场预期呢是维持在40%以上，如果跌到35%甚至更低以下啊，这个可能是 AI 需求见顶，我觉得大概率会低于35%，因为它和这个OpenAI 现在合作并不愉快啊。当然了，这个是过去的事情，就看它指引上面会不会给到这个增长率。如果说指引给的增长率低于35%或者更低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点恼火了啊。然后现金流和债务，这个是一直诟病 Oracle 的一件事情啊。激进的 AI 数据中心建设啊，上季度出现了约100亿美元的负自由现金流，总债务已经突破了1000亿。如果这一次融资成本还在上升融资成本是一定上升的，关键就看它这个核心的量还会不会涨啊。如果核心的量在涨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大家要注意，就是现在我一直在说Oracle 的这个事情，Oracle 一旦崩盘，接下去所有的云服务商都会出问题啊 ，CRW 也好 ，NBS 也好，这些都会出问题。那么这些一旦出问题，带来的就是后边的金融机构出问题啊。我们都先不说英伟达和 AMD 甚至 AVGO 包括剩下这些美光SanDisk 还有光模块这些东西，我们都先不说这些包括通信设施。首先第一会被爆雷的就是金融机构因为这些款项都是金融机构给贷的款。如果它自身出问题了，那么数据中心一旦所有数据中心出问题，那第一个连锁反应不是硬件制造商，第一个连锁反应是金融机构包括像贝莱德这个黑石对吧？大家都注意一下，甚至一些更大的这些投行包括 JP Morgan 这些东西，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些东西。然后剩下一个就是履约转化率虽然坐拥5200亿订单，但是到底转化了多少？交付能力到底在哪里，对吧？如果 Stargate 这个事情已经出了停掉，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好吧，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比较一些重要的东西。第一，大客户砍单，这个是已经现实的砍掉了，星期五已经砍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就看他怎么吹牛逼，怎么去填补。第二，算力供过于求如果承认数据中心扩张速度超过了终端客户的 AI 应用落地速度，这将直接成为算力永久短缺的一个笑话就是看看今天到底什么样一个回事。然后利润率严重承压如果包括电费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个和政府签了独立供电协议电费芯片采购微幅成本这个高增长是不是变为高烧钱反正现在大概率是在高烧钱的至于这个利润在哪里，大家市场现在暂时还看不见，好吧？那么剩下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盘中估计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要出问题是今天盘后 Oracle 的财报可能会引发市场的一个恐慌。然后呢，大家注意一下，明天早上还有 CPI，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收盘的时候该做一些风险防范和对冲的话，还是自己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好吧？就先说到这里祝大家交易顺利拜拜。